안녕하세요，海派罐头입니다。早安。又是一个非常寒冷的早上啊！刚刚出门看，气温只有-7度。身为一个历史迷，来到韩国最想看的，必定就是南北韩的关系了。所以，我们今天的行程呢，就要去南北韩的交界处。这里，请让我在2分钟内给不了解的人快速讲解一下韩战的历史吧。1945年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，苏联和美国都对即将到来的冷战拓展势力范围，而刚刚脱离日本殖民的朝鲜半岛也成为美苏的目标之一。双方以北纬38度为界，苏联扶持金日成在北区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，美军则扶持李承晚建立大韩民国。但在1950年的时候呢，朝鲜人民军以反侵略为由，越过38度进攻，韩战爆发，一度差点灭亡南韩，美军才赶紧参战，之后一路反攻。就在差点灭亡北韩的时候呢，又被中国人民志愿军伏击，被打得一路南撤。之后双方在38度线附近鏖战了2年多，最终在1953年7月27日才在板门店签订了朝鲜停战协议，以北纬38度建立军事分界线，在各自退后2公里成立非军事区，以作为双方的缓冲区。韩战最终死亡人数约为300万人，平民死亡至少200万人以上哦。这个平民死亡比例甚至超越了2战以及后来的越战。现在知道《鱿鱼游戏2》里面张金子总在说이창근자6.25도 살아서 버텼는데这句话的含金量有多高了吧？我们这趟旅程要参观的便是这段 DMZ 非军事区。南韩为了避免民众误闯，在非军事区往南5到20公里又设置了一条民统线，当作缓冲的缓冲。从民统线开始就无法进行个人浏览，不过网络上有很多旅行团可以参加。在游览车上的时候呢，就会要求大家在名单上留下姓名、国籍、联系方式等等。由于我们这一团是中文团，轮到我写的时候，发现名单上大家写的国籍有台湾、香港和中国。这班车也是蛮微妙的。进入 DMZ 的时候呢，韩国军人会荷枪实弹的上车检查刚刚填写的名单，和逐一比对大家的护照，确认是本人。真不愧是前线军人，每个看起来都雄壮威武呢。我这梦想起飞真的是不敢比。当然，这一部分是没办法拍照录影的。刚刚说到停战协定是在板门店签署的，而板门店呢，也是2018年文在寅和金正恩的会面地点，是十分有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地方。板门店除了可以同时看到南北韩的军人在这里站岗，也可以进入蓝色的房间内参观。不过虽然是中立区，但因为地点敏感，所以联合国军队、美军以及韩军皆无法保证各位旅客的安危，因此进入前还要签生死状哦。这么刺激的板门店，原本当然是我一定想去见见世面的地方。结果这位老哥，这位叫做 Travis T. King 的驻韩美军士兵，2023年7月18日的时候，偷偷潜入旅行团，从板门店逃到北韩。对，就像我们这样的旅行团在参观板门店的时候，他妈的逃去北韩了，还一边大笑一边跑过去。脱北者大家都听到过很多吧？脱南者或者脱美者，我倒是第一次听到了。2个月后呢，他被北韩驱逐，经过中国送回了韩国基地，最后判处1年监禁，降为2等兵，以及没收所有薪资与津贴。但因为法院判决的时候呢，他已经被关了1年，且表现良好，所以当庭释放。不是。前线逃兵投敌是这么轻易带过的吗？反正因为这次逃兵事件啦，板门店就这样关闭游客参观了。我真他妈谢谢你哦！我来停战线最期待的行程，因为它直接没了。至于为什么他要逃兵呢？查到的说法是，他对美军内部非人的虐待和种族歧视抱有反感，然后逃去一个听 K-pop 就会被判死刑的共产北韩。哈！一路上导游也不断拜托我们不要逃去北韩。这也算是他的一种吐槽吧。好的，有没有发现从前面到现在，我旁白配了这么多，但都没什么实景拍摄的画面？是因为除了这次逃兵事件呢，近年来两韩关系越来越紧张，因此在非军事区的行程，我们也被规定一律禁止往北方拍摄或录影。真是非常可惜，还是希望早点世界和平啦。
虽然无法亲临板门店，但还是可以参观一些非军事区的景点啦。现在来到的这个呢，就是临津阁和平公园。前面这位穿红色外套的韩国人是我们今天的导游，是会说中文的哦。左边这条铁路是通往北韩的大桥，但在2024年10月份时已经被北韩给炸掉了。由于停战之后，这一带成为管制区，活动的人类非常少。久而久之呢，这边也开始出现许多野生动物，而整个非军事区也变成了许多的自然生态区。从这儿到北韩的距离呢，只有那个7公里，那边是那个民众地区，都是韩国军队管的。那么你们来看看，2个山中间还有一个山，看见吗？别的地方。那个呢，北韩的第3城市开城市，北韩的第1城市平壤，北韩的首都平壤，第2个南浦，第3开城。朝鲜以前高丽时代的首都也是开城。还有你们知道吗？韩国的英文字母 Korea 呢，从高丽传过来的。高丽 Korea。可以去北韩旅游吧？我陪的台湾、香港、中国客人，他们给我看看平壤的照片。你们可以去平壤的北韩的平壤，还有北韩的板门店。那是全世界上只有2个国家不能去北韩，哪个国家呢？韩国还有美国。那么当时53年休战后，没办法回故乡，没办法见他们家人的那个师生们呢，大概1000万多名，好多人。我们30年后80年代，我们来进行寻找离散战士活动。韩国的有名的电视台 KBS 听过吗？从那个83年，如果我叫妈妈的话，拿着牌子。我的名字什么呀？寻找妈妈，妈妈的特点，拿着牌子现场直播的。然后那个节目呢进行了138天，一共时间呢453个小时，138天内终于1万名上访了。53年休战后，83年30年后，他们终于那个上访了。你们看这边，摆放那个设备，那个王八摊，春节、中秋节，故乡是北韩的人去那边排队，然后一个人上北韩方向进行那个祭拜献主的那个王八摊。在那个年代，要找到失散的家属真的相当不容易。现在就算我们出国了，要联系亲朋好友也还是非常方便啊。像我这次使用的 eSIM 呢，除了网络吃到饱外，最重要的是我可以省去了带退卡针的烦恼。扫描 QR code 以后，安装好 eSIM 就可以使用了，根本是懒人福音。而且就算我们跑来距离首尔47公里远的 DMZ， 在这么荒凉的地方一样收讯良好。除了可以跟家人报平安之外，还可以发限时动态，跟即时查找导游说的资料都是相当 easy 啦。每天不到100块钱，出国滑手机就跟在家一样方便。现在就点击资讯栏我的专属购买链接，或者输入推荐码 Jack Lee， 立刻就能享有5%回馈哦。在临津阁这个地方还有个有趣的小商店，有贩卖着北韩的货币，不过商店里面一样是不能拍照录影。他来进行5次货币改革。当时那个北韩的有钱人去中国的边境换钱，全世界黑市场你们看见的北韩的货币大部分1000的，这边新的1000都有。我的客人的话，你们可以去北韩旅游，就问我，如果我准备买北韩的货币，去北韩使用吗？我听说你们去北韩旅游的话，一定用美金人民币。金正恩更喜欢美金人民币的。对。这边呢，离北韩只有7公里。他说北韩一共进行了5次货币改革，所以其实货币非常多，全部买下来也是有点贵啊，2-3千块。所以我最后我只买了2张，分别是金日成年轻的时候跟年老的模样。大家如果看《爱的迫降》，就可以看到他们后面也有跑去黑市里面交换东西。走下来的时候，那个导游特别叮嘱一定要万分小心，因为昨天才有一个英国客人在冰上滑倒了一下。然后原本这个上面那座桥是开放的，和平之桥啊，就是南北韩当年交换战俘的，但因为之前有人不小心从桥上面摔下来，摔到这个湖上，所以他现在就封闭了，那个桥不能上去，但是可以慢慢走下来。这面铁丝网挂了很多袋子，主要都是写一些希望和平的愿望。在坐车前往的过程中呢，会先经过临津江。导游说有不少脱北者都是趁着冬天江面结冰时跑来南韩的，不过大多数的脱北者都是逃到中国边境，再去找韩国的大使馆。接着来到山路，路边可以看到很多地雷区的警告。现在还是有军人在做排雷工作的，不过这些军人的军饷一天只有4000韩元而已，真是个危险又不赚钱的差事。
这个都罗展望台就是货真价实贴紧停战线的前线了。到了都罗展望台后，里面会有中文的影片简介，我们可以直接看到北韩的开城工业区，这也是统一大韩民国的起点。在都罗展望台到开城之间呢，有着北韩的警戒哨所。从展望台可以看到北韩的群山，大多都是200到500公尺高的矿山。山的后面呢，设有储存战争物资的地下基地，炮射范围包含南韩的水源市。透过金岩谷可以看到北韩的城镇，用望远镜还可以看到一些北韩的人民在活动。基井洞则是北韩对南韩宣传的村庄，而南韩最北方的村庄则是台城洞。两个村庄距离只有 1.6 公里，分别升起各自的国旗对峙着。在台城洞往北一点就是板门店了。最后，在松岳山的左侧半山腰上，矗立着高达20公尺的金日成铜像。影片讲到这边的时候，还补充说明说，北韩为了神化金日成父子，不顾人民的贫穷饥饿，大兴土木建造35000个铜像。虽然他讲是事实吧，不过我总感觉有种传达政治意识形态的感觉啦。展望台的内部是个扇形阶梯式的座位，面向一块大玻璃，眺望着北韩。中间有一个很大的沙盘，标示着展望台一带的设施。不过里面一样禁止拍照录影，连沙盘都不可以拍，所以我只能以 AI 呈现了。在都罗展望台这里，可以看到联合国的旗帜和韩国的国旗在飘扬。为了向北方兴战呢，他们还矗立又高又大的十字架，向北韩人表示南方宗教自由。广播也不间断的一直播放着兴战口号和 K-pop 音乐，整个气氛显得相当严肃又荒谬。真的很抱歉，我玩猜女团玩了这么多，结果听不出来这是哪首歌。有没有知道的粉丝可以帮我留言一下呢？啊，对了，在路途上可以看到这个国道收费站，爱看韩剧的朋友有没有觉得很眼熟呢？没错，它也是通往北韩的一条路，过去双方也有在这里交换战俘哦。虽然南北韩签订了停战协定，但其实这些年来呢，双方都还是会想尽办法渗透对方。除了有诚意统一部门之外，北韩多年来也挖了许多通往南韩的地道。爱的迫降演的都是真的啊！1974年11月15日，在京畿道的连川郡发现了第一条地道，距离首尔65公里。隔年的3月24日，在江原道的铁原北方发现了第二条地道，距离首尔110公里。1978年10月17日，在板门店南方4公里处发现第3条地道，每小时可以通过3万兵力和大炮等中型武器，距离首尔44公里，也是迄今离首尔最近的地道。1990年3月3日，在江原道阳口郡发现了第4条地道，距离首尔118公里。南韩政府也怀疑，除了这4条地道以外，可能还有其他未被发现的地道，也因此，等等进入地道的环节依然禁止拍照和录影。我们这次进入的呢，就是距离首尔最近的第3地道。你们来看这边是那个 MDN 知识分界线，这边是北韩、南韩。第3地道全长1230米，其中南南地方呢430米。我们这边共筑了3个隔离墙，你们来看看第1、第2、第3隔离墙。里面不让参观，我们今天参观到这儿，到第3隔离墙。第3隔离墙跟北韩的距离呢只有170米。你们今天可以去参观到这儿最靠地方，还有位于地下73米，然后我们看平地呢260米到这儿，然后我们到那边看就是那个这样的第2隔离墙，这个小的那个玻璃墙，看那个第2隔离墙，这边有树木有灯光，我的可能误会啊，我今天看了北韩不是就是第2隔离墙。那么那个晚饭的话，我们30分钟的里面没有洗手间。里面的温度大概那个12度左右 ，OK， 不是那么冷，不是那么热，这边的凉，但是出来呢浑身大汗的，好运动 ，OK。你们只有一次，我每周5次6次来这边，我的运动场所很好运动。你们的包子、你们的小包、背包、你们的手机不能带的，手表呢可以，手表呢可以。然后我们戴安全帽，走下去350米。还有我们今天我们没有计划去北韩，不用带护照。以前我的客人带了护照丢了，然后往返2次，然后不用带护照。OK， 我现在把我们行李吧。进入地道的下坡是后来修建的，走下去的时候有一种要参加周杰伦下水道演唱会的感觉。全程基本上是直直的斜坡，下去的时候不算费力，但居高临下的感觉不禁想起那句话：
你凝视着深渊，深渊也凝视着你。正式进入地道后，全程都要弯腰前进，高度大约只有140公分左右吧。中间不断有地下水在往下滴。由于通道的最后是死路，所以一路上呢都会跟回程的游客擦肩而过，大家就必须在这个狭小的空间内互相挤出空间来过。那一路上的墙壁都是灰灰黑黑的石头，上方用了很多么字形的金属支架来固定。走到底之后是第3障碍，其实乍看之下有点像是废弃的实验室，有一台黑黑脏脏的控制台，前方的墙壁上有个小窗户可以看到第2障碍，旁边则是紧闭的铁门。好，我们刚从第3隧道一下爬上来，没有很难，但蛮累的，就是一直往上爬，非常矮、非常狭小的一个空间，这么弯，不然我头一直撞到。然后我带了来自北韩的礼物，他们当时挖第3隧道的时候，他们说他们是为了挖煤矿，所以挖这个隧道，为了要让这一切看起来像真的，他们就在墙壁上涂了一些煤炭，所以这是来自北韩的煤炭。要当北韩军人不容易，真的不容易，太辛苦了。最后一站是统一村了，它是南韩对北韩的示范村落，人口大约500人，不过大多数都是退役军人，现在主要都是从事务农。虽然他们都不用缴税，但必须配合严格的宵禁和出入检查。这里也是今天所有景点中难得全部开放拍摄的地方。但是因为前面很多想拍的画面都没有拍到，所以当天到这边的时候，其实有一些破防，有一些气馁，就没有再多拍些什么画面了。这里进去可以跳 WePlash， 也可以买很多周边特产哦。今天逛完 DMZ 之后，除了感叹和平可贵之外，也不禁觉得韩国很巧妙的把对面的敌人变成了各种旅游资产，真的是非常高明的一个手段了。有一种外表严肃、内心轻松的感觉。不过后来我在剪片的时候，也不禁想，这会不会也是一种对敌心战呢？让北韩的人民和军人看到说，即便我跟你对峙着，但我仍然可以让很多人来前线观赏。自由的世界就是这么的 peace。或者也是有一种耀武扬威的感觉，即便我们关系这么紧张，但我就不怕你来打我，所以我敢让这么多游客来前线参观。我不知道，这些都是我脑补的。同时呢，我也对戍守在前线的军人感到相当的敬佩。短短不到5公里的距离，是每天货真价实能感受到的武力威胁，也难怪韩国的军队训练相当精实。谁知道北韩会不会还继续挖通往首尔的地道呢？最后导游说，虽然现在两韩关系越来越紧张，但他们还希望总有一天可以和平统一北韩。对他而言，两边还是一样的民族，一样的血缘，只是因为不同的政权被强行分开。至于统一后可能面临的新挑战和新问题，他相信南韩政府可以给北方有力的支持来解决问题。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一下，也可以加入会员成为我的冠家军，有更多小福利哦。I know you told your friend you're not okay, and tell me what's wrong and why you never said you